看一下 Asia Boy 99 Problems， 主啊，这是大家在 comments 给我推荐的哈，感觉就像是 Asia Boy 在他和栗子两个算单飞不解散之后，在频道里头发的第一首歌，然后至今没有再发过另外的歌了，好像也快1个月了吧，3周了。我终于达到我的目标，赚到了配，能够好好的唱我的音乐，耶、我没有想到他，比如说单飞了之后的第一首歌是走这种路线的哈。他妈的，这一路走得很辛苦，但是我会珍惜的，感谢主 ，Amen。我从没想过有谁能并不寂寞，换来的流量我是否能把它骑过？也许没必要，我想更爱我家人，背后吃的苦是99的 problem。我从没想过有谁能并不寂寞，换来的流量我是否能把它骑过？等一下，他说的这个把它骑过，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他传递的是什么意思啊。也许没必要，我想更爱我家人，背后吃的苦是99的 problem。这个99 Problems， 那懂嘻哈的都知道，就有点在 refer Jay-Z 的99 Problems， 也是嘻哈史上很经典的一首歌哈，也都是跟生活、钱、事业相关的，然后也是男人很能够体会的一首歌。如果说你知道嘻哈的话，他能够倒回去，通过99 Problems Jay-Z 的那首歌，能想到自己的处境，然后开始自己新的阶段。我觉得 Asia Boy 还是很有想法的，因为我以为他还是会做 trap， 做 gangster， 做那种比较飞的那种歌，我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安静下来写这种类型的歌。终于赚了钱，我户头也快没有钱，这场 rap game 终于能给我改了变，上帝能够赐予也能吞噬这一切，我想向他忏悔，不想总是一直 hate， 摸摸我家的猫，感受日出光线，抬头鱼角看见10年。看吧，作为 rapper 有时候真的很细腻，在生活上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在 rap 里头唱得很狠，现实生活中跟大家没什么两样。前的唱片走到今天，证明 hip hop 不用商业，时光飞逝就像粒子。再听一下刚才那句话哈。我想向他忏悔，不想总是一直 hate， 摸摸我家的猫，感受日出光线，抬头鱼角看见10年前的唱片，走到今天证明 hip hop 不用商业，时光飞逝就像粒子剃了脏辫。这两句写得很好。 hip hop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不需要商业，因为你跟大公司签了 contract， 合作也好，商业化之后你会需要拍自己不喜欢的广告，接自己不喜欢的演出。那如果自己就走地下，或者说自己做 independent artist，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创作自由，也许你不会赚钱像大公司帮你赚的这么多，但是你还是会有死忠的粉丝。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 contract在 Asia Boy 他现在的这个 contract 是什么样子，但是你看看现在的这个 Tory Lanez 跟 Jay-Z、Megan 还有 Beyonce 他们现在的这个 drama， 你就知道签了 contract， 也许你未来的这些路和事情会非常非常多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阴谋。你也许在你最应该高光的时刻，比如说30几岁、40岁该更发达的时候，结果现在成为阶下囚，你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。所以说我同意，就是作为地下歌手，能够自己发歌自己演出的情况下，根本不需要特别的商业化，因为你一定会有死忠的粉丝，因为现在也是流媒体了。我得学会成熟，不然也被击落，心中背负的痛总大于皮肉，迷失的双眼总被欲望迷惑，我们都别骗，大家都有ego，嘻哈不嘻哈也不代表你真假，但我会完爆它，因为我也真强，确实真强，也不必怀疑身价，这一路的底气敲多大的声响。我听得出来 Asia Boy 他自己是有那种野心的，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很成功。你看我做频道到现在，大家给我推 Asia Boy 的歌的频率至少是前3名，他在台湾的现在的嘻哈圈里头
是很有影响力的。我从没想过有谁能并不寂寞，换来的流量我是否能把它骑过？也许没必要，我想更爱我家人，背后吃的苦是99的 problem。我从没想过有谁能并不寂寞，换来的流量我是否能把它骑过？也许没必要，我想更爱我家人，背后吃的苦是99的 problem。赚了一桶金也不代表我很有钱，表面风光我被人。你刚才听到里头还有一个 bow， 感觉好像他是在模仿原来那个 Waka Flocka 的那个 ad-libs， bow bow bow。刚听得很小的一声哈，再听一下刚才那儿，因为我也没想到 Asia Boy 自己还要唱呢。不寂寞，换来的流量我是否能把它骑过？也许没必要，我想更爱我家人，背后吃的苦是99的 problem。赚了一桶金也不代表我很有钱，表面风光我被人捅了多少遍。你看嘛 bow bow。除了爱你，但是还是再见，是我脱不掉的标签。赚了一桶金也不代表我很有钱，表面风光我被人捅了多少遍。除了爱你，但是还是再见，是我脱不掉的标签。虽然 Asia Boy 的歌词是情感大于精致的这种编排，但是 Asia Boy 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歌词我觉得没有修饰，就是很 real。 他比如说过去1年2年发生的事情，或他现在开自己的这个频道想要做自己新的东西，他就是传递给你，这就是嘻哈的这种精神，就是 real， 跟商业化跟包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他歌词里想到什么他就说什么，我甚至都觉得他这首歌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就录完了，因为这首歌他嘴巴里头想说的东西太多了，根本不需要太多的编排，因为你可以感觉到那种 real。 他本来 Asia Boy 给大家的感觉就不是清爽，我是觉得他的这个歌词和他这个人的形象出来之后就是很 rough， 我以后也觉得他会做很多 hardcore 的歌。我拥有一缸很漂亮的蓝瘦，我知道过程不美，甚至堪比难受，好比 lifestyle 那来不及的哀调，我才刚离开家，房子就被拆掉。为了 hip hop 曾1年不跟我爸说话，要怎么去忘记我曾说过那些话？早就 PTSD 了，我麻木那些怕，为了梦想和理想我受尽骗跟骂。你看那些怕骗跟骂其实还是有押韵的哈。看整个歌词，我看了一下 Street Voice 上面的歌词，其实写的也挺漂亮的。感谢大起大落教会了我怎么谦逊，态度决定高度，让我决定了我的结局。这是我的老舍，我才不看你的背影。It's time to make a change， 让嘻哈去改变格局。这句话真的挺大胆挺狂的。随便你要怎么叫骂，高谈阔论在我眼里只是笑话，何须要怕，我又不会讲要话。对，我非常讨厌在嘻哈圈里头高谈阔论的，尤其是没有做出成绩，比如说很多嘻哈新人，就纯新的人哈，出来之后比如说就要当 King of the City， 然后就要开始就比如说要让嘻哈 game 这种词语啊，这种短语一用，我就觉得根本不够真实，因为你讲的不是自己的事情，你没有发生，你是在表演说唱这件事情，然后给嘻哈摇大旗，我特别不喜欢高谈阔论的这些。再听一下刚才那儿。麻木那些怕，为了梦想和理想我受尽骗跟骂。感谢大起大落教会了我怎么谦逊，态度决定高度，让我决定了我的结局。这是我的老舍，我才不看你的背影。It's time to make a change， 让嘻哈去改变格局。随便你要怎么叫骂，高谈阔论在我眼里只是笑话，何须要怕，我又不会讲要话。大家都有信念，只是我的较大。我从没想过有谁能并。刚才那段我不知道算不算 punchline 哈，我觉得从整首歌，因为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缓的，我觉得刚才那一句应该算是 punchline 了，好听。不寂寞，换来的流量我是否能把它骑过？就只有这一句，我不知道大家在 comments 给我解释一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国语，我反正有点不理解，但是我理解的那个样子是不是他想表达的那个意思？也许没必要，我想更爱我家人，背后吃的苦是99的 problem。
我从没想过有谁能并不寂寞，换来的流量我是否能把它骑过？也许没必要，我想更爱我家人，背后吃的苦是99的 problem。这首歌还有一个唯一的缺点就是，如果 Asia Boy 以后想把自己的歌做得更酷的话，或者说把他之前的那个形象要重新 rebrand 一下，那也可以把他的咬字咬得更细腻一点，包括英语可以练练，就不要再有口音，或者说把口音做得更淡一点。因为这首歌很明显就是像把他之前的上一个阶段总结一下，给下一个阶段来一个 intro。他也许下一次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时候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了。你看之前的那个 Playboy Cardi， 我3年前我从来不听 Playboy Cardi， 但他自己后面把自己弄得很神秘，找到了自己的腔调，妆造改变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个 Playboy Cardi 太帅了。那现在 Asia Boy 有自己的粉丝基础了，他如果自己又通过单飞来 rebrand 的话，我还会很期待他自己下一首歌出现会什么样子。写的真的挺好，不会一味的觉得自己很牛逼，不把自己脆弱的那一面展现给大家。